我是学人之辈露露露。肉肉们敲碗已久的惹陀龙王攻略终于来啦！经历过孙子右眼龙溪、爸爸炎龙溪、阿公古元龙溪，这次的惹陀龙王应该也算阿奏了吧？由于龙王的形态较多，每周会替换一种形态组合，因此洛洛在搜集资讯和整理上也花了一些时间。不过也会详细的去拆解关于龙王的形态与各个招式，提供给新手与平民玩家一个更简单清楚的应对方式。也因为惹陀龙王在剧情中就是由我们的炎王帝君钟离所封印的，因此在攻略上若是能有钟离或是强力护盾工具人，也将会攻略得更加轻松。而影片中也会带来不需要钟离或奶妈等辅助工具人的推荐角色，以及龙王多种复杂的招式中应该要如何闪避。影片开始前，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先订阅一下哦。惹陀龙王的副本位置位在虎牢山传送宝典东南方，需要解完钟离传说任务的第2篇章后，才会在地图上解锁传送点。若是任务已在清单内，只是在周日前来不及打的话，也有一种方式，就是到已经解锁惹陀龙王副本的好友世界，由好友担任房主，开启副本，一起进入后就能攻略咯。攻略完毕后也可以领取奖励。也提醒肉肉们，周本 BOSS 的突破素材很珍贵，少了1周的量就少别人1周的进度了。储备多一点素材，未来也方便后面有缺素材时，能够透过异梦融媒来转换素材给自己需要的角色。从传说任务就可以知道钟离是惹陀龙王的克星，因此最推荐的辅助队员为钟离，其次是强力的主 C 和副 C 成员。由于龙王每周会替换随机2种元素状态，因此尽量配上克制属性的输出角色最为适合。最后为了增加战斗容错率，也建议带上强力奶妈。又因为打龙王的时间比起其他的周本 BOSS 都还要来得长，需要更有耐心，因此建议的奶妈会是像七七、芭芭拉这种一技能开之后可以持续回血的。若比较熟悉龙王的技能组之后，也可以再换成其他比较顺手的奶妈。如果打算不带奶妈也不想带盾角的话，洛洛推荐最好 solo 的角色就是甘雨。目前实测起来，虽然在冰属性龙王上伤害会受到些微减伤，但甘雨在应对4种属性都可以无伤通关。远距离的优势下也方便观察龙王的招式。若一反万一的话，也可以再带个奶妈或吃料理。若是要使用近战角色的话，则就要熟悉洛洛稍后教的闪避方式。即便有带钟离的情况下，又或是多人联机需要和其他人搭配，若都能熟悉如何闪避走位的话，也都能够尽量避免护盾一下就被破除或是灭团。要能够应变龙王的4种属性的近战角色，像是最近刚出的优拉或是满命诺尔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而克制属性上的输出若都有练，像是胡桃、公子、萧、柯琴之类战场主 C， 搭配练度够的钟离也是可以轻松打。从龙王推出到现在，洛洛已经观察出固定的规律，龙王共有水、火、冰、雷4种元素，每周会有随机的2种元素作为龙王的第2与第3阶段的属性招式。我们可以在副本进入前来观察本周龙王的元素是哪2种。战斗开始时，龙王一共会有3个阶段。第1个阶段为炎属性，当血量来到70%左右时会进入第2阶段。第2阶段龙王会从4肢来汲取地面的元素之力，而第2阶段每周将会在水与火元素之间随机替换。当血量来到70%左右时，会出现提示将要转换形态。龙王会先释放完第2形态的元素技能后，再随机包含第1形态的炎系技能组来做攻击。若当血量来到40%左右时，会再出现转换形态的提示。第3形态则是每周会在冰或雷元素之间替换，主要透过龙王的尾巴来施展。一样在刚转换完形态后，会先释放第3形态的元素技能，再包含前面所有元素的技能组随机释放，又或是接着再次施展第2阶段的元素技能，如此循环。中间第2和第3阶段的元素技能，只要在角色没有护盾的保护下，被攻击到都会沾上元素印记，并持续掉血。也因为阶段越到后面技能会越复杂，因此战斗时间也尽量不要拖太久，否则就要对自己的走位和队伍辅助角色有足够的培养才行。从上面提到的所有变化来总结龙王的形态种类，就会一共有4种组合：水冰、水雷、火冰、火雷。龙王的第1形态皆为炎元素和物理招式，一共有11种。若是以近战角色应对的话，尽量专攻龙王的头部或尾巴进行攻击，一定要正的面对。若是刚好在偏左或偏右，龙王就容易会有其他侧身攻击或比较不好闪的招式出现。注意不要贪刀和观察龙王形态就可以通关了。假设在龙王的头部进行攻击的话，龙王会使出的招式为追踪背刺。龙王会微微抖动，并且从背部发射背刺，接着地面会出现4个预判圈，将会掉落炎元素尖刺。尖刺掉落到地面后还会再爆炸，因此注意远离即可。踏地震荡波，当看到龙王抬起其中一只前脚时，就让角色进行2下冲刺到另外一只前脚的位置。
龙王拍地后会有3下的震荡波，而这个震荡波在后脚也会有几率出现。肚压顶，当龙王开始扬起肚皮往上跃动的时候，看准时机，在龙王的肚皮接触地面时，瞬间按下2次冲刺，来躲避肚皮砸落地面后的2次大型震荡波。龙王钻地，龙王钻地前会有很明显的动作，在整个身体没入地下前，也可以再做短暂的输出，而后龙王就会在地下移动，地面上会有落石，落石掉落前会有追踪预判圈，只要正常小跑步速度移动就能够闪避，中间要随时一边注意龙王动向。钻地的过程中，龙王的背鳍也是会有伤害的。较简单的方式是龙王钻地后直接靠近最外圈，并开始绕圈观察龙王。龙王会先追着你到外圈后，再回到场中央钻出来。龙王钻出来的瞬间都会有范围伤害，因此不要在龙王一出来时就攻击。而若是中间没有一直保持移动，或是没有靠近外围的话，龙王会从你的屁股正下方直接钻出来，给你一波猛的，相信你不会想知道那伤害有多痛。龙头垂地，龙王头垂地前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动作可以预判。当看到头抬高高的时候，就要赶快闪到龙王的头部2侧才能够躲过，或是在龙头砸地的瞬间按下冲刺闪避。龙王垂地后前方也会有喷射砂石，只要有提前往2侧躲避，就不会受到攻击。龙王冲锋，龙王冲锋发动前会先像斗牛一样头往右前脚内缩，一种准备冲刺的状态。在龙王冲刺前往左右2侧闪避即可。若是在龙王尾巴的话，则会出现这2种招式。龙王摆尾，龙王要用尾巴攻击前也会有个扭屁屁的预判动作，在尾巴砸下来前快速跑开就可以闪掉。龙王横扫，这招只要在龙王的身体2侧或是背后时会较常出现，范围很大也很不好闪躲。唯一的方式就是尽量避免让角色站在龙王的背后，或是看准龙王尾巴扭曲的地方往那边冲刺，短冲一下，并且稍微靠近屁股，这样龙王开始甩尾时就会刚好在安全地带。若是站在龙王的其中一只前脚或是身体2侧时，则容易出现以下招式：侧身攻击，龙王会依据你目前的方向，微微抬起其中一边的前脚和后脚，接着抬起另外一面的身体，用侧身大力靠过来输出。若是站在2侧的话，会不好闪避，因此还是尽量站在龙王头附近，比较方便以2段冲刺来远离。形态转换地震，每当龙王准备切换形态时，会出现提示字样，但有时候可能不会出现，尤其是第3阶段之后的混乱招式循环，因此要注意一下龙王的血量以及他的预备动作。当出现提示或预备动作时，要尽快跑到靠近场地边缘附近的位置。龙王接下来就会一共有6次范围极大的震荡波，最后一下是弹起来用肥度砸地的震荡波，伤害非常高。第2、第3阶段的形态转换前都会有这波地震。接下来是关于第2形态的招式拆解。基本上除了开场技能外，后面的技能大多是第1形态的技能加上元素形态的变种，像是加入水柱或火球等等，闪避方式都和第1阶段差不多。一些比较特别的变种技能，洛洛会再另外挑出来说明。巨型水波弹，等到形态转换地震结束后，就会接着水元素形态的开场招式。放招前，龙王会仰天长吼，吼完后场内会出现以逆时针行进的大颗水波弹。若在没有护盾的情况下被攻击，就会沾上水元素印记。应对方式是先移动到最边缘，并且以顺时针方向移动来观察水球的行进路线，同时要一边注意龙王的动向。站在边缘的好处是比较少水球的轨道会出现在最边缘，若有的话可以稍微往内圈移动，再移动到最外圈。等到水球都消失后，龙王就会再做新的招式。变种头锤，变种龙王头锤会在砸地后在角色附近产生水元素印记，时间到之后会爆炸，印记爆炸前有足够时间可以闪避，要注意不要刚好站在印记的边缘，实际伤害范围会比印记显示的范围要大，因此要注意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踩线。变种压顶，这招只是再加上水流的效果在其中，闪避方式和第1阶段的一样，落地瞬间冲刺2次就可以闪了。变种踏地震荡波，龙王的第1阶段踏地到此会以脚为中心向外散射水柱，在闪避时只要横向冲刺闪避即可。巨型陨石，火元素形态转换完成后，龙王一样会仰天长吼，接着地上会出现火元素印记，并且掉落陨石，同时会有2个火元素印记会追踪角色所在位置。陨石掉落后会在场上持续燃烧，因此需要保持角色维持同一方向的移动。闪避上不难，如果没有把握的情况下，可以等陨石的输出波段结束后再靠近龙王输出。火元素变种技能，
关于火元素的变种技能也和水元素变种技能闪避方式差不多，要注意的只是龙王从水柱变成会有火球喷出，小心不要被火球砸到，以及踩到地面上燃烧的范围就好，也尽量不要让地上燃烧的圈局限到自己的输出空间，变得过于狭窄的话，要赶快找到尚未被燃烧的地方，将龙王引过来。接着是关于第3形态的招式说明。龙王第3阶段的形态转换地震施展完后，第3阶段的技能主要也会是龙王吼完后，身体潜入地面，只剩下尾巴露出。接着施展元素招式，到第3阶段的龙王也算是进入狂暴状态，技能伤害也会更高，招式也更难躲。保护伞落雷。雷元素形态的第3阶段出现后，要尽量使角色靠近场中心，就是尾巴的附近。之后会出现很像保护伞公司的扇形范围，要在时间内踩到没有被雷元素覆盖的空地上才不会受伤。这段期间也可以找空档对尾巴进行输出，预计会有4次扇形的落雷攻击。攻击波段结束后，龙王会从地面出来。追踪雷刺，龙王的尾部会抖动，接下来会依据角色目前站的位置，以高频率落下雷元素尖锥。这招是洛洛觉得最容易使角色沾上雷元素印记的招式。当角色脚下有印记的时候，尖锥很快会接连落下来。虽然破解方式是可以先听声音，听到叮的时候可以先短冲一下偏印记的位置，但伤害的范围也会比实际印记大。因此，若不幸沾上印记，就要赶快开启补血技或是提前套盾。追踪雷弹，看到龙王的尾巴高举，接下来会出现6颗会追踪的雷弹，看准第1颗将袭来的雷弹，冲刺闪避之后，后面的5颗都可以透过正常跑速，维持同一方向的移动来闪避。大范围追踪落冰，冰元素形态的第3阶段出现后，龙王会露出尾部，接着地面会开始出现许多大型的冰元素印记。闪避方式是尽量让角色站在靠近场地外围的位置，在看准印记出现的位置后，向安全方向连续冲刺2次，再等待下一次的冰元素印记出现，再连续冲刺2次，这样的循环。近战输出可以在这时候边闪躲边等待龙王从地面出现，在龙王的尾巴附近也会有随机的冰元素印记。若没有把握的话，可以不用贸然靠近输出。追踪背刺，这招算是第1阶段的背刺招式变种。龙王的背部会抖动并发射背刺，背刺会追踪，维持角色移动并观察边元素印记的位置来进行闪避，范围比起出场机的范围要小，因此闪避上也比雷元素形态的好闪很多。龙王 Disco 冰球，龙王的尾巴会进行蓄力，接着尾巴顶部会出现类似干羽大招的尖刺 Disco 球，并接连发射出会追踪的冰锥，总共攻击4波，一样在场地外围进行移动和冲刺闪避会比较容易。冰锥攻击的速度比起雷弹要慢，因此按照正常跑速持续移动就很容易闪避。从第3阶段龙王的出场技示范完后，接下来的招式都会包含前面2个阶段的技能和变种技能，因此拖越久也会越乱了节奏。队伍会灭团的时机往往都发生在这时候，又或是多人联机时，最后只剩下一只钟离在场上刮痧，再现历史封印龙王之时。接下来会是一些关于干预 solo 和近战角色输出的画面流程，可以搭配前面不清楚的招式拆解，再做一次实际对应。接下来是近战角色的实战画面，原本想要用满命诺尔来打的，苦于目前洛洛账号还没办法使用电脑登录，因此只好先用圣遗物尚未毕业的半成品尤拉来进行输出。这里也提供一个小技巧，若是使用大剑角色，透过重击来靠近惹陀龙王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跳过开头动画和形态转换动画，并且趁这个时候靠近惹陀龙王。动画后就让尤拉直冲龙王尾巴，过程中1、2次叠冷酷之心，龙王无敌时间结束，刚好可以长1消耗冷酷之心并解抗。接下来就是让尤拉站在尾巴，让龙王尽量使出单纯好闪的尾锤攻击，并一边输出和按照前面教的来闪避。若只要站在尾巴正后方，龙王也比较不容易使出横扫。当出现第1次的转换形态提示后，就赶快让尤拉直奔场地最外围，到达最外围再按照一般跑步速度来闪避落石。龙王会先知道场外，当龙王一靠近场外边缘时，他就会准备回场中心且钻出地面了，因此就可以跟着往场中心靠近。不过若是在钻地前已经跳出将转换形态，就保持距离等待龙王踏地踏完，并一边向尾巴靠近。等龙王最后一下地震出来后，就让尤拉重击取消过场动画，并快速靠近龙王尾巴。龙王第2阶段出来后，在吼叫前会有一段时间可以尽量输出，长吼后再注意水球位置来闪避。若对于这阶段的近战没有把握，也可以就在场地最外围等待水球招式结束。
当出现提示讯息的时候，就要立马往场外跑，并持续锁定在楼王尾巴后面，等待最后一下踏地出来后接重击来取消过场动画。而在尾巴出现的时候，若有把握开大就尽量带走，若不行就等待扇形结束。若输出足够，在尾巴在场时消耗完所有血量，楼王会锁血，等钻出地面后再给最后一击就可以击败了。若没有办法在尾巴冒出时达到锁血，就要应对第3阶段的变种招式，并且也会有几率在不出现提示的状况下出现转换形态的踏地震荡波，大约会在血量剩下10到20%左右时踏地。而第3阶段的印记也很容易沾上，若是保险起见，可以在沾上印记时开启回复技能来维持主 C 续航或提前套盾，撑过最后一个阶段就成功啦。以下为干羽的单人实战画面，只要不遇到雷系的追踪雷刺的话，都能够在辽阔的视野和维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观察楼王的输出形态，也不容易被震荡波伤害到。同时输出的时机点也非常多，只要注意脚下的印记并闪避，就很容易能够在没有护盾脚及奶妈的情况下讨伐成功。虽然龙王转换与干羽同性质的冰属性，但凭借着干羽的高爆发，在减伤的状态下，还是能够维持很高的输出伤害。过程中也是因为远距离的关系，就只需要注意印记就好。以上就是关于惹陀龙王的攻略解说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轻松讨伐中。基本上打龙王的时候要稍微有点耐心，当轮到龙王的回合在输出的时候，在没有护盾的情况下就不用贪刀或是硬上，等龙王的回合结束后的空档再换自己输出。若还是打不赢的话，欢迎从影片下方的描述栏找到 Discord 群组连结来鲁洛帮抱大腿。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询问，洛洛都会一一回复。觉得影片内容时也会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如果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，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鲁洛帮会员，并成为正式帮众。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，可以点击喜欢，给洛洛一个鼓励。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，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训练 Tuber 鲁洛洛，我们下次见喽。